大家好，我是盼盼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聊天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陆。盼盼，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好吃的了？我今天上午工作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做饭，所以就在手机上点了一个外卖。哦，点外卖了。你吃的是什么呢？我点了一份牛肉面。你呢，陆哥？你中午去外面吃了吗？没有，我吃的是昨天晚上自己做的菜，我带到了公司，中午热一下就可以了。哇，你自己做饭带到公司真的很好。我一直想这么做，但是每天早上都起不来。哈哈，其实也没有那么难。不过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，就是点外卖和自己做饭哪个更好？这个话题太适合我了，因为我每天都在想，今天到底要不要做饭？对，很多人每天都在这个问题上犹豫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工作很累。是的，那我们今天就慢慢聊一聊，点外卖和自己做饭都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吧。好啊，我们先来说说点外卖吧。我觉得点外卖最大的好处就是太方便了，只要拿出手机点几下，饭就送到了。没错，你不需要去超市买菜，也不需要花时间洗菜切菜。对，尤其是下雨天或者冬天很冷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想出门。外卖小哥直接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门口，真的很幸福。确实是这样，外卖给我们的生活节省了很多时间，而且现在的外卖软件里什么吃的都有。是的，你想吃披萨，还是想吃日本的素食，或者是汉堡包，都可以点。自己在家做的话，很多东西我们是做不出来的，比如烤鸭，在家做就太麻烦了。没错，所以有时候点外卖也是为了吃一些自己不会做的好东西。陆哥，你平时点外卖多吗？我平时点的比较少，可能一个星期只有一次吧，周末想休息的时候才会点。哇，那你真的很厉害。我上个星期有4天都点了外卖，我觉得自己快变成外卖专家了。哈哈，不过外卖虽然好吃又方便，一直吃的话，身体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哦。你说得很对，连续吃几天外卖，我就觉得有些口渴，因为外卖里的盐有点多。所以，这就体现出自己做饭的好处了。我们来聊聊自己做饭吧。好，我也想听听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自己做饭。其实我喜欢做饭，第一是因为健康，第二是因为做饭对我来说是一种休息。做饭是一种休息，你在厨房里要站很久，不累吗？不会啊，我们每天上班都是用电脑看手机，脑子很累。但是做饭是用手，看着蔬菜，听着水的声音，脑子是可以休息的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有一点道理。我切菜的时候确实什么都不去想。对，而且自己做饭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能控制放多少盐，放多少油。这倒是真的，餐厅里的饭菜好吃，就是因为油多、盐多，有的还放了很多糖。是的，长期吃对身体不好。如果是自己做饭，你可以买最新鲜的蔬菜和肉。其实周末的时候，我也喜欢去超市，看着超市里红色的西红柿、绿色的青菜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是吧？选菜也是一种乐趣。那你周末会给自己做些好吃的？我会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菜，比如做个西红柿鸡蛋汤，或者给自己做一大碗沙拉。很好啊，这都是非常健康的食物。吃完自己做的饭，胃里会觉得很舒服。对，吃自己做的饭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，因为你知道里面都放了什么。没错，安心是最重要的。不过啊，除了健康，钱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说到钱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做饭肯定比点外卖便宜吧？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，因为你去餐厅或者点外卖，你要给别人付服务费和送外卖的钱。是啊，外卖的配送费有时候还挺贵的，如果天气不好还要加钱。对，如果你自己去菜市场买肉和菜，花同样的钱，可以吃得非常丰盛。但是陆哥，我觉得这要看你是一个人住还是和家人一起住。哦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个人住怎么了？我是一个人住，每次去超市，蔬菜都是很大一把，我买回家吃了1-2次，剩下的就坏在冰箱里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扔掉坏了的蔬菜其实也是浪费钱。对呀，而且我还喜欢买各种各样的调味料，最后算一下，我做一顿饭花的钱比点外卖还要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确实不便宜。做饭需要好好计划，
不能随便买。所以对于单身的人来说，有时候点外卖可能更省钱，也更省力气。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时间成本。我们每天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。提到时间，我觉得这才是很多人不愿意做饭的真正原因。是啊，你下班回到家，可能已经晚上7点了。如果再开始洗菜、切肉、炒菜，吃上饭可能要8点了。没错，那个时候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，什么耐心都没有了。而外卖呢，你在回家的地铁上就可以点，等你走到家门口，外卖也刚好送到。这种感觉特别好，我有很多次都是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吃着刚送到的外卖，觉得一天的辛苦都结束了。这就是我们花钱买时间，而且做饭还有一个最后也是最麻烦的步骤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是洗碗。对，就是洗碗。很多人喜欢做饭，但是没有几个人喜欢洗碗。洗碗真的太痛苦了，做饭可能要1个小时，吃饭只要10分钟，最后还要花20分钟洗碗和打扫厨房。所以吃外卖，吃完了把盒子一扔，什么都不用管，确实轻松。不过每次扔那些塑料盒子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环境，因为制造了很多垃圾。你考虑得很周到，点外卖确实会有环境保护的问题。所以啊，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自己做饭好，只要有人帮我洗碗就行了。现在有洗碗机啊，你可以买一个洗碗机，就不用自己洗了。这倒是个好主意，不过我的厨房太小了，可能放不下洗碗机。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的烦恼，租的房子厨房太小，做饭很不方便。是呀，切菜的地方都不够，有的时候油烟还很大，弄得满屋子都是菜的味道。所以你看，点外卖和自己做饭其实都有很难解决的问题。那陆哥，像你这样工作也很忙的人，是怎么做到经常自己做饭的呢？我有一个小方法，就是一次多做一点，然后分成几份。你是说周末做很多饭，然后放在冰箱里，平时吃吗？对，比如我周末炖一锅牛肉，平时我只要煮一点面条，加上牛肉，就是一碗很好吃的牛肉面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方法听起来很不错，既节省了每天的时间，又能吃到健康的食物。是的，你可以试试，做一些容易保存的菜，比如土豆、胡萝卜。好，我决定这个周末就去超市买点土豆试试看。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哪个更好。对，不需要说我只能做饭，或者只能吃外卖。最好的方法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衡点。是啊，比如工作非常忙，压力很大的时候，点个外卖让自己放松一下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对，但是如果是周末有时间的时候，最好还是放下手机，走进厨房，给自己做一顿好饭。偶尔下厨房也会觉得很有意思，做饭可以变成一种爱好，而不是每天的任务。说得好，把做饭当成任务就会觉得累，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就会觉得快乐。好的，我今天的学习目标就是少点一次外卖，多做一次饭。哈哈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毕竟健康是自己的，而且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去旅游呢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点外卖和自己做饭的各种好处和坏处。是的，我们讨论了时间、钱、健康，还有麻烦的洗碗问题。不知道正在听播客的你们是更喜欢点外卖，还是更喜欢自己做饭呢？你们的国家外卖方便吗？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外卖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，用中文写下你们的想法。对，练习一下你们的中文写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请记得给我们点个赞，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对了，想要今天我们聊天的中文脚本和学习资料吗？记得去最上面的置顶评论里获取哦。边听边看脚本，对你们的中文学习会很有帮助的。那就谢谢大家的陪伴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再见，祝你们今天有一顿美味的午饭。